心情。上学不完背语系，废话嘴讲蹲隔壁。修出马路青涩不可及，洪湖展翅苍茫秩序。无所谓民歌错综不拘，破天际渐渐词的谜题。轻若困境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峥嵘侠义。年华一笑便是灵犀高歌行万里。少年梦逐浪入城，并将心镌刻年轮。远方未曾遇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。方寸间棱角激昂青春，擦拭我岁月风刃。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生。将来行侠仗义之后，别人要答谢你们的话，要怎么回答呀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要说“有道是大恩不言谢”。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我还有事要先行赶路，告辞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去玩吧。好。你呀，净教些没用的。哎，师傅当年就是这么教的。怎么着，忘了？当年你年纪最小，叫的声最大。说这些干什么？这才5日，怎么寒毒蔓延得这么快？我还能活多久？3个月，还是1个月？对我的医术没有信心，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行了，你就别吹牛了。要是没有温家这以毒攻毒的法子，你早就没招了。对了，没几天就要摆雷门宴了。我知道，倒是你，不是不爱参加这样的热闹吗？我这身子骨恐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办这英雄宴，就是要让整个江湖都知道，我雷千虎死了，但是雷门只会比以往更繁盛。一位雷门双子又要重现江湖了。叔父当年说过，我们雷门这一辈一门4杰，本来应该是我雷家叱咤江湖的时代。可是最后，所有的担子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。有说有愧，是我们愧疚于你。你也可以让云鹤来当这个门主。你去你的江湖，去找你的李寒一。待你练到剑仙1日之时，我会亲自拜访。当年李寒一以剑之名拒绝我，我居然信了。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再是那个傻小子了，他心里没有我。我觉着是因为你丑。我比你帅。你的徒弟已经离开雪月城了，算他有良心，臭小子知道回来看看我这个当师傅的。他刚离开雪月城，后脚就有人跟着离开了。谁啊？雪夜剑仙李寒一，还有赵玉珍也下山了。啊，你那能压剑仙一头的绝世剑术练得怎么样了？莫非这一次，我依然还是完了？
我要找全城最好的大夫。你来晚了，这城里的大夫都被叫走了。为何？今天知府那边来了个贵客病人，大夫们都被叫去知府家里去了。这知府在何处？客官别急，今天店里来了个客人，手里拿了本医书，好像是个会医术的。你们在说我吗？哎，就是他。虽然你我未曾见过面，但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就是玄剑仙吧？如剑仙。正是。你怎么下山了呢？还带了一个李寒衣。暴雨梨花针，先生可有法子救他？我拦住了26根针，但是还是有一根。最后那根梨花针封住了他的气门，使得他的真气正在不断的外泄，不超过半个时辰，就连神仙也救不了了。所以我们立刻将那梨花针给逼出来。一会儿，我用5道银针封住他5处大穴，他的真气会逼得那梨花针游走到百会穴。我需要你用真气把它引出来。来吧。1针鸠尾，2针神阙，3针西海，4针关元，5针终极。便是此刻。不愧是玄剑仙。引。你受伤了？区区小伤，不足挂齿。小仙女，小仙女，没事的，放心吧。那根梨花针呢？伤了他的针，我自然把它捏碎了。国师，啊，一柄万卷书，行遍万里路。谢道友，多年未见了。国师，国师是来找赵玉珍的吧？可是1夜过去了，都未曾见你跟他说过一句话，只是一直看着他。不知道国师你在想什么呢？在想枯木如何逢春，春去如何秋来。国师讲话果然深奥。我与玉珍的师傅吕素贞有过一个约定，帮他一个忙，但我还是来晚了。可他却来得恰恰好。算算时辰，雪月剑仙现在也该醒过来了。
我一直在想，我们的重逢会是如何。我从望城山下来，经过一片桃树林，我想，我们的重逢应该要有桃花，便写了这些桃花瓣。你可还满意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不满意也没有办法，我已经下山了，就回不去了。小仙女，我们走吧。已经不小了。是啊，不小了，是大仙女了，比以前更好看。以后别叫我小仙女了，还是叫我李寒衣吧。凉风帅以立，游子寒无衣。这不是什么好名字，我们改个名字吧。改什么名字？桃花，李桃花怎么样？这么艳俗。用在别人身上是艳俗，用在你身上就是风华绝代。枯木逢春犹在发，人无两度在少年。在桃花纷飞、初见你之时，我们都还是少年。在你醒来之前，我让谢轩先生帮我找了一处院子。什么样的院子？一处小院，一棵桃花树，就像你我初见那样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院子？因为如今重逢，我终于可以问出那句我少年时就想问的话了。小仙女，做我娘子可好？我曾听人讲过，朝花夕拾，实是人间最煞风景的事情。因为花已经不是朝时的那朵花，人也不是朝时的那个人。这说法实在是可笑。人会变，是因为那人的心不够真；花会变，只是因为那朵花不够美。幸运的是，我依然是我，花也依然是最美的那朵花。朝花夕拾，真是太幸运了。真好看。因为遇见你，所以才好看。我真应该早几年下山。我这一生，从未像此刻这么开心过。可我们这一生，才刚刚开始。赵玉珍，你怎么了？小仙女，我就要死了。赵玉珍，桃花帘外开依旧，恋中人比桃花羞。小仙女，我就说你是个姑。娘吧，可是我还是说错了，你应该是仙女吧？很高兴。
始了。傻小子，还等着吃桃子呢。好美啊！这一生能遇见你。小仙女，你怎么又戴着面具了？戴着面具好丑的，你还是摘了面具更好看些。真好看，连声音也这么好听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可愿意随我下山？自然愿意。一段风月一句念，泪难消心中结。情深谢赵玉珍，赵玉珍。一生所念满上月，天不老情难绝。蓦然回首，我这一生从未像此刻这么开心过。可我们这一生才刚刚开始，只要能日日的陪伴着你，我都愿意。这桃花，看来终究是没能避免这个结局啊！我望城山人，只求结发寿长生，不理人间纷扰事。但是这件事不行，望城山众弟子听令，弟子在。望城山誓报此仇，誓报此仇。破军为何突然振鸣？白日之中，为何突见星辰陨落？如何了？经此一夜，与雪月城结下了冤仇，又和从来不理世事的望城山结下了死仇，真的值吗？沐雨，沐雨从未对大家长的决判提出意见，但这一次，我想问，值吗？无论是雪月城，还是望城山，不久都将不存在了。国师啊，你有听到方才的声音吗？入魔之咒，我去看看。
心中莫名的不安和难过。先赶路吧，撤。撤！皇兄，不知皇兄突然召我入宫，有何事吩咐？听说虫儿回来了。白王。啊，听说他刚刚回府，想必一会儿就会进宫请安。怎么，皇兄想他了？他一个人回来的？难道他不该一个人回来吗？陪姑出一趟宫吧。皇兄，去哪儿？白王府。儿臣恭迎父皇。都起来吧。谢父皇。才几日不见，怎么瘦了这么多呀？回父皇，回来之后，不幸感染了风寒，最近正在家里休养。你身子骨不好，平日要多加注意啊。谢父皇关心。父皇，楚河的事，陛下，殿下真的已经尽力了，可当时六皇子态度坚决，宁愿接了奴才一剑，也不愿离开。我知道，虫儿一定是尽力了，但是这世上的事嘛，很多都是人定不了的，还是听天由命吧。谢父皇体谅。楚河还好吗？回父皇，楚河很好。楚河说，一直很挂念父皇。这话是楚河说的吗？哎呀，你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呀！好好养病，姑先回宫了啊。儿臣恭送父皇。你可真是个有趣的皇子啊！恭送皇叔。皇兄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赤王府。父皇好。从小就练习射箭，到现在竟然还能射偏。你的眼睛，不如换去给你二哥了。父皇有所不知，儿臣最近生了一场大病，这一病就1个月，我到现在2只手都没力气呢。拿来。病了1个月，还能拉开这2弹之弓吗？这不才射偏了吗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其实没有病，只是最近心烦。如何？懒得上朝。父皇好剑法！跪下！既然不想上朝，那就不用上朝了。从今日起，就在这屋里待着。明日，藏书楼龙图阁大学士会带12学士到你府上，把北离朝路修缮完成。北离朝路，那玩意儿不是修了几十年都没有修好，父皇叫儿臣来修，
那儿臣岂不是要老死在府里了？父皇饶命啊！月离，咱们走。是。皇叔，你替我求求情吧！皇叔，我错了，我这……替你求求情。小侄子，我前几天奉命传你上朝，你不理我，现在来求我，晚了点吧？啊？皇叔，我上朝，皇叔。松手！皇兄，这小子太不争气了。我都想替你收拾他一顿。月离，你也上车吧，我有事同你说。皇兄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麻烦事要交代给我？不算麻烦事。其实姑还了解一些事情，是锦仙没有告诉我的。可能锦仙公公觉得不太重要吧？不，很重要。楚河身边还有一个红衣少年，叫雷无节。雷无节，哼，他的名字还是姑给起的。天下有道，世上无刀。普天盛世，再无桀骜者。他小的时候，姑还抱过他。是雷将军和李守护使的儿子，是个聪慧的孩子。没有想到啊，最终还是回了雷门。啊，你替姑跑一趟。当初派重儿去，也并没有抱太大的期许，只是想表明一下姑的态度。如今由你去办，姑才放心呐。臣弟明白。去吧。好。啊，还有啊，不管见到楚河，还是遇到雷家那个孩子，都替姑说一句。姑有愧。不跑了，我跑不动了。我堂堂天外天少宗主，竟被一人一剑追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真是丢人。哎呀，别找了，只有他找我们的份儿，我们是找不到他的。哎，狗小子。终于有点自知之明了。前辈剑术无双，晚辈纵使是天降奇才，说起来也还是差着几年的修炼呢。哼，你现在已经无路可逃了。是啊，但我来了帮手。死书生，大魔头，还好。既然二位剑仙在此相聚，晚辈就不打扰了。先行告辞，还望后会有期。明后走。哼，叶鼎之怎么生了个这么没用的儿子？怒剑仙前辈，你倒是有出息，有本事你追过来呀！哎，大魔头，别追他了，帮我个忙吧。帮什么忙？哦，这书里说呀，走火入魔之后啊，经脉逆流，血气暴涨，功力和以前相比啊，增长了数倍。但是却如饮鸩止渴，随时有暴毙的危险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走火入魔？大魔头，就是他走火入魔了。李寒衣，苏长河在哪里？我要杀了他！死书生，原来你是要我帮你制住他，凭什么？哎，别急，我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了。先断其意识，止其真气，
然后再找。哎，少废话，5个字，打晕了再说。啊！苏昌黎死了，你为什么活着？目标的实力和情报严重不符，又有剑心种的李素王在旁，我判断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不再适合继续执行任务。知道了，你的任务暂时停止。至于昌黎的死，与你无关。谢大家长。下去吧。大家长，那几个小辈，沐英和昌黎已经拖了足够的时间。如今我们的布置也已经完成，几个小辈而已，影响不了什么。你刚才对沐英动了杀心。杀手任务失败，身死本是正常的。不过，昌黎是不同的。相比较杀手，他更像一个剑客。他不该是这样的下场。可是身为苏昌黎的兄长，大家长方才却很平静。恭喜雷堡主！来，里面请。门主，客人们都已经到的差不多了，只有雪月城和唐门那边的人还未到。您看，这最有分量的客人，自然是值得花些时间去等的。是。唐门用毒第一人唐玄，怎么来的人竟会是他？不是，外门掌是师范唐璜。千虎啊，抽完这袋烟我就下来。不妨。看到了，此时过去不过5里便是雷门，希望还来得及。前面有人！又是暗河。的确是暗河，但这一次不一样。暗河苏家家主苏沐影，代号纸伞鬼；谢家家主谢七刀，代号索命鬼。我们的面子可真大，暗河的杀手都来了，真是受宠若惊。冥剑排行第4的新剑，他就是雷无杰了。杀了你们苏家苏昌黎的人，他就交给你了。其他人就交给我吧。雷门八郡，山穷水复疑无路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无杰师弟，好久不见。师兄还是如此出口成章啊！门主让我们下山寻你回来，可是怎么都找不到。这本来都抱着挨罚的心思回来了，没想到在山门口碰见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几位是？在下雪月城唐莲，这几位是我同门。原来是雪月城来的朋友，失敬失敬。诸位的家常可说完了？哼，听口气不像是朋友啊。师兄。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无杰师弟，先带几位贵客去雷家堡。
这英雄宴没了血月城，还叫什么英雄宴？师兄，闭嘴！雷家堡不能让人给小瞧了，弟兄们，立正！那就有劳诸位了。走，走！雷顿阵，弟兄们，让他们好好见识着。久等了，千虎。老太爷亲自前来，就算是等上1天1夜，也不妨。比你爹懂礼多了。门主，雪月城那边不等了，开宴。好，开宴！山穷水复疑无路，别想往前走一步。此次唐老太爷能够亲自前来，实在是我雷家堡的荣幸。千虎，既是荣幸，就先干了这杯。多年前，我与魔教一战，此后便身染寒疾。这酒，我是多年不曾饮过。不过是身染寒疾罢了。我在这酒里放些火心草，以暖驱寒就是。怎么？难道雷堡主担心唐玄在这杯中下点什么别的东西吗？我自然是不会怀疑唐玄兄弟，只是这酒却是多年未曾饮过。不过这杯酒是老太爷所敬。好，怎么回事？蜘蛛，这是暗河的千蛛之阵，我们中埋伏了。堡主，堡主。堡主，但凡喝酒的，包括今日值守的弟子，全都中毒了。都中毒了？是。都中毒了。那为何唐老太爷和这2位唐门的兄弟还好好的坐在这儿？千虎，你不是也好好的吗？我得了寒气之后，天下的毒对我就不起作用了。哦，失算了。失算？我看失算的人是我吧。我已经让千痕多加小心，可还是失策了。这天下最隐蔽的下毒阵法，配上唐门最隐秘的仙霞路，实在是难以防范。唐老太爷，这千蛛之阵，天下只有一家人会，暗河穆家。多年不见啊，千虎哥哥。如今你是雷家堡的门主，我也是暗河穆家的家主了，久违了。果然是你，蜘蛛女穆雨墨。老太爷，就算你我2家不睦，但是你与暗河合作，就是与天下武林为敌。你这么做，
又有何益处？什么暗河？我老太爷只是过来喝场酒，别的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是想要借刀杀人？哪能啊？你也知道，这个做生意吧，自己总得出份力嘛。八军到哪儿了？按说应该马上就到了。不会有人来救你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莫非雷家堡已经被袭了？杀！杀！寒色静悄悄，转身江湖路迢迢。天外雪飘飘，冷月的滚烫云知道。命运狂滔滔，拨开岁月雾绕绕。过往空闹闹，是等待沿途零九霄。下水渺渺，心声随景远轻渺渺。我想养才好，生如莲不染与你潮。跋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喷桀骜。少年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，下一通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跋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喷桀骜。少年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，下一通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